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丑上热搜的赵丽颖成了85花最大赢家。一，某综艺节目播出后，薛凯琪的娃娃脸引起不小的争议。娃娃脸，这到底是福还是祸？赵雅芝说，很显小，是一个优点。吴镇宇说，娃娃脸很惨的，遇上尴尬的年纪，人家不敢找你演少女，也不敢找你演妈妈。一个从私人生活去认可，一个从专业表演来评价，都能立得住。但我们要清楚的是，娃娃脸是表象，真正的问题是中年危机。危机已经在那了，你如何破？有人整容，有人拉皮，有人打针，有人用美颜，有人扮嫩，有人卖萌，有人生了娃却故意不在媒体面前抱孩子，以免有妈味儿，有人结婚又离婚依然扎双马尾，戴蝴蝶结，穿泡泡袖故意装少女，用尽一切拖住时间的尾巴。但这样鼓捣出来的美则美矣，但假，没魂儿，更没有力量破除年龄的迷雾和世俗的围困。好在也有人直面这个现实，用极具沧桑感的角色来自己更老、更糙、更丑，以真实的力量杀出重围，震撼世人。她是赵丽颖。当薛凯琪们还在犹豫要不要扮嫩时，赵丽颖放弃滤镜，不要磨皮，拒绝修饰，打破完美幻觉，将皱纹袒露给所有人看，将皮肤的瑕疵、毛孔的粗大交代给世人欣赏。这真的令人目瞪口呆，又如获至宝。有人惊叹说，赵丽颖好美，风吹半夏里她的皱纹、毛孔、浮起来的粉底，有唇纹的嘴唇，组合起来都像个活生生的人。我很多年没在国产剧里看到真人了，正是因为这种真。赵丽颖在30多岁时顺利破局，当85花们一个个转型失败，左右不是时，赵丽颖已经用她的勇、真、狠杀出了一条血路。这条血路上生长出来的作品，步步接地气，有厚重感，经得起品评，也经得起岁月。而这条路引向的，不再是中年女演员的危机，而是赵丽颖越来越辽阔的艺术生命。二，赵丽颖一直在破。出道时，赵丽颖身上有很多标签：小杨幂、绯闻女王、农村励志女，但每一个她都不喜欢。她直接下场，怒破这种迷思。为什么总把我认成杨幂？你们不知道自己偶像长什么样吗？也不愿炒 CP， 哪怕这样能快速被世人认识。为什么每一部戏都非得弄出 CR 感来？故事只是故事，不是现实，更不愿卖弄悲情。有人营销他的艰苦成长史，结果被他亲自下场拆穿，不需要帮我撰写悲惨故事，立奇怪的人设。还有人为他撰写敬业人设，说他为了角色增肥30斤，也被他亲自辟谣，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他不为自己加戏，也不让别人为自己加戏。这种个性在一开始时令他树敌太多，招黑无数，还曾被圈内前辈提醒，你这样在这个圈子是混不下去的。果然，他有一度举步维艰，上节目怯场，被骂工作划水，不够专业。采访时服装不对劲，他畏手畏脚，让陈伟霆负责发言。报道出街，标题却赫然写着赵丽颖耍大牌，代言迪奥，英语发音不标准，被嘲配不上品牌方，连喝水都冲上热搜，说她土里土气，女神人设崩塌。后来黑赵丽颖已无需理由。2021年，电视剧《谁是凶手》开播，即便前2集并没有她的镜头，但豆瓣已涌现了上千条差评。但赵丽颖除了真，还有狠。
他是农民出身，是个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，响当当一粒铜豌豆。有人问过赵丽颖最喜欢自己演的哪个角色，她提过2个，一个是《陆贞传奇》里的陆贞，另一个是《楚乔传》里的楚乔。这2个角色有一个共同点，底层出身，却披荆斩棘，为了摆脱命运，誓不低头。戏如人生，赵丽颖亦是如此。她出生在偏远的农村，只有中专学历。出道前端过盘子，当过销售，派过传单。2006年，一场选秀改变了她，她被冯小刚选中，以此为引子，迈入了五光十色的娱乐圈。然而，冠军头衔并没让她就此走红，她开启了龙套生涯，一走就是7年，演了超过15部戏，才从路人甲乙丙丁慢慢有了台词。但那时她并未被重用，非科班出身，又无人背书，加上零经验，演技、台词都很生涩，被骂是日常，被遗忘也理所当然。甚至演员表上她的名字都频频被写错，但无人在意，因她只是一个小龙套。直到2011年新《还珠格格》开拍，赵丽颖过关斩将，选上前儿一角，也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。她被封王艳第2，把惹人怜爱的晴儿演到出神入化。虽然具被诟病，但赵丽颖火了，她不断攀爬，从配角到了主角。2014年《杉杉来了》一经播出，便收视爆表，引发热议。圆脸的杉杉成了初恋新模板，而赵丽颖也开启了她的甜妹时代。但即便有了名，她仍不被认可，因少有圆脸女演员杀出重围，她被认定没有女主香。但任何成见都是用来打破的，她不仅当上了女主，还带上了人生第1个桂冠。在第10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以大比分胜出，选上金鹰女神。那夜，她从黑夜中升起，曙光从她的身后射出，照亮了她。演员之路就是升级打怪，一关过，还有万众关。在前方等待赵丽颖的，则是一重重的磨练。2010年后，凭偶像剧走红的85后4大小花，陆续走到了职业倦怠期。那时，他们的角色逐步趋同，不再有新意。面对后浪汹涌而至，他们纷纷选了同一条路，官宣恋情，走进婚姻。婚后，他们续写了不同的剧情。刘诗诗、唐嫣回归家庭，此后几乎再无佳作，给观众的印象也只停留在少女时代，辉煌不再上头条。他们多与婚姻话题捆绑，彻底沦为某人的太太。事业场上，只剩杨幂、赵丽颖仍在拼杀，他们重回单身，走上复出之路。彼时，他们都不再年轻，年轻的红利已消耗殆尽，原本的职场模式敲响警钟，谁都明了，必须要变。他们都尝试了，但转型的决心截然不同。杨幂曾出过舒适区，在宝贝儿中卸下浓妆，刻意扮丑，却因负评如潮，再次缩回偶像剧的舒适区。之后，她投向资本的怀抱，来者不拒，烂片不断，反噬也随之而来。曾经捧她上神坛的粉丝，纷纷加入吐槽她的行列。今年《爱的28定律》开播，关于杨幂的热搜，除了与前夫刘恺威现任同台竞演，就是由成张翰。她毫无长进，连最后的灵气都耗尽。而曾被称小杨幂的赵丽颖，则守住了底线。有匪被潮台词拉胯，她便努力练。知否拿下无数大奖，演技仍被诟病，她就继续磨。一次被嘲，100次被黑，乃至万箭穿心，他依旧迎着风暴，千锤百炼。反派
大女主，艺人是多角，越复杂，她越兴奋。2021年，赵丽颖在迎来转折点，在《谁是凶手》，她饰演双重人格的沈宇，让观众眼前一亮。今年，她更是连出2部佳作，一部《幸福到万家》被赞是秋菊打官司电视版，另一部《风吹半夏》更被官媒点名夸。此时，大家才发现，赵丽颖已打进正剧市场，成功转型，并在路上将自己与其他85花划开了一条分水岭。4. 回看这一路，我真心佩服赵丽颖，她比一般女艺人有着更多的限制，长相、出身、学历、文化、资源、年龄，每一重限制，想要打破都是难上加难，但最终她都一一破除。她破除之后，走出一条全新的路，比如圆脸女主角的路，比如中年女演员免于滤镜，深入真实的路。为此，她吃尽苦头，全年无休，窝在剧组拍《陆贞传奇》，拍了超过800场戏，拍到腰椎出问题，经常连站都站不起来。拍《楚乔传》，她被五指反复摔倒在沙地，满身是伤。2016年，她曾因背后的纹身上热搜，而背上的纹身是为了遮盖拍《宫锁沉香》时坠马的伤痕。她卯足劲，拼全力，抓住每一个机会，拼到同剧组的男演员都甘拜下风，拼到合作过的导演都对她路转粉，认可她的实力，就连记者都被她折服，心疼她拍戏太累，让她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但她从不说累，从出道时她就暗暗发誓，只要抓住机会就死咬不放。这条路上苦难很多，诱惑很多，干扰迷思也很多，但不论哪一种都无法改变她的初心。初心是什么？16年前，她在选秀上就说过，我想做一个演员。后来她拿下金鹰视后，为这个梦想再添了注解，希望保持对表演的热爱，继续努力而倔强地走下去。她一直坚持着，厚积薄发，不断自我迭代。如她所言，如果男人有英雄梦，为什么女人就不行呢？是的，女人当然也可以。她打马而行，一次次杀出重围，在内娱的战场上活成另一种英雄。而在85花云集的赛道上，她早已一骑绝尘。回首时，左右无人，只有掌声从时间深处传来，震耳欲聋。